宋医生，你确定要跟沈厂长离婚？确定。麻烦按程序走。沈厂长可是省里重点培养的干部，你们俩离婚是需要上面出具感情破裂证明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可一直都是咱们厂里的模范夫妻啊，怎么好端端的就？5年前，沈克刚回厂主持技术改革，我在联谊会对他一见钟情，放弃了省医院的调令，和他结婚。沈厂长，我打听过了，你医生背景吧，性格也很安静，不会耽误我抓生产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干扰你干你的事业，我们之间很合适。你作为医生，履历很优秀，但是我们结婚之后呢，你恐怕就不能继续去省医院进修了，这一点你要想清楚呀。一条命就是一条命啊，在哪里当医生都是一样的呀，没有优先，没有附加，更没有值得救和不值得救的区别啊。很好，我的妻子就需要你这样的品德。只不过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只要我足够懂事，就能焐热他那颗只懂零件和图纸的心，却没想到他那颗心只为另一个人敞开，为了他。沈克间接导致我弟弟死亡，够不够证明我们感情破裂？这沈克，我弟弟去山后塌房去送药，结果失联了。我求你，能不能帮忙我调一下厂里的吉普车，带我去山上找找他呀？厂里的车是公产，公车私用是红线，我不能带这个头。可是山路断了呀，一般的车根本就进不去。我只有我弟这么一个亲人，况且他还是替我送药才出事。行了，我已经打电话给县里的救援队了，他们会去的。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是厂长夫人就想搞特殊化。厂长，林婉秋同志从县城逛街回来了，给厂里老员工带了很多慰问品，但是现在在车站把脚给崴了，没车回来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亲自去接。沈克，你不是说不能公车私用吗？婉秋是公事出差，这是公事儿。后来，我变卖了所有嫁妆，请村民们上山，和救援队找了整整4天，却只找到了弟弟的遗物。我弟弟当时是替我去送药的，出事的本来应该是我，但因为我当时怀孕了。这5年我看清了，我是他的妻子，却永远不是他的例外。林晚秋才是。我明白了，宋医生，但流程
最快需要1个月才能批下来。沈科，这厂长的位置你坐稳了，但这厂长爱人的位置我不要。宋晶，你弟弟的事儿我很遗憾，但是我作为厂长必须要按规章办事，希望你理解我的难处。理解。所以我弟失踪，你连一辆车都不愿意派，而林晚秋低血糖，你停掉了整个车间的巡检去送他，这也是规章。那不一样。林晚秋的父亲老林工，他是咱们厂的功勋技术员，他留下来的3项专利技术到现在还撑着咱们厂的产值呢。而且组织上交代过，对于像林工这样牺牲在岗位的老同志家属，我们必须要给予全方位的关怀。厂里有5名孤老，3名残疾工后代，但你的人文关怀好像只给过他1个人。宋晶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了？以后不会了，你想怎么关怀，都是你的自由。沈科，你对林晚秋的照顾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做得对，不能让老技术员寒心嘛。领导，对，沈团长，你总带林晚秋进进出出的，宋医生没意见？宋青他是乡村医生，思想觉悟高着呢，他最能理解这种因公忘私的精神，是不是啊？放心，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。宋姐姐回来了，沈大哥说你最近出诊辛苦，我特地做了这些来犒劳你。快坐。宋姐姐，你快尝尝，你看啊，你脸色多差呀，可得好好补补。谢谢，但我现在不想吃。啊，是宋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您心情不好，所以今天下班早特地过来给你做的这些。晚秋同志，下班早的话可以直接回家，不用特意跑到别人家来做饭。宋姐姐好像不太舒服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宋青啊，这些都是晚秋特意为你准备的营养菜，尝一尝，这是礼貌。可能是我做的不太符合宋姐姐的口味，没事儿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一口汤而已，喝一口，别把场面搞得太难看了。好，现在汤我也喝了，你这汤里放了什么？是不是有豆油？我用的就是灶台边油桶里的油啊。既然是灶台旁边的油，那就没有问题。那都是厂里统一发的菜籽油，我亲自领回来的。沈克，我还是分得清豆油味和菜油味的。你不是知道我豆油过敏吗？宋青，说话要讲事实，摆证据。家里从来都不买豆油，而且晚秋初来乍到，他也不能凭空变出豆油来。你平时在村里给乡亲们看病，一向耐心周到，怎么回到家里反而对家属院的同志这么大疑心啊？
沈大哥，都怪我，肯定是我锅没刷干净。宋欣姐姐她是医生，讲究多，是我做的不够细致。林工当年在厂里为了设备，在车间熬了大半辈子，晚秋上我们家帮忙，这是情分。晚秋，沈大哥，我没事，姐姐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只是特地为她做的饭。宋清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晚秋道歉。沈科，我刚刚差点过敏性休克，你还要我给他道歉？我们走。还好，还有20天。就彻底结束了。这算什么？赔罪吗？还在生气啊？家里一直常备着药的。何况，晚秋他也不知道你过敏，他也是急于表现嘛。我累了，睡。你是厂长家属，心胸呢，放宽一些啊。过几天厂里分新房了，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去，就算一点补偿。喂，沈厂长，3号车间起火，火势正在往化工厂蔓延。马上启动1级应急预案，我3分钟到。这栋房子年久失修，如果火势控制不住，很有可能波及这里。你马上下楼去空地待命，不要乱跑。顶住！我来带你出去。厂长，林晚秋刚冲进3号车间去抢救他父亲留下那套原始图纸了，现在2楼坍塌，他被困在里面了。确定是林工留下的那套图纸吗？对，没错，那不仅是林工留下的遗产，那还是整个厂里的技术命脉。林晚秋说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。你们2个留下，一定要救宋医生出来。是。小哥，肚子疼。孙清，图纸是全厂人的心血，晚秋他是公事，你作为医生，应该能理解我此时的选择。对不起。腿是保住了，但宋医生因为大失血，您的孩子没能保。可能这个孩子也不愿诞生在没有爱的家庭里吧。知道了。辛苦了。图纸保住了。晚秋立了大功。昨天晚上那种情况，我作为厂长，必须优先保住厂里的财产和工程家属的安全。哪怕我被压在那里，也是。
我留了人在那儿的。宋清，我是医生，要顾全大局啊。沈科，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失去了什么？房子厂里会补偿的。沈科，我还了你。李厂长，林晚秋同志醒了，一直哭着不肯上药，非要见您。她是老林公唯一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厂里才受的伤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沈厂长去忙吧。恍恍惚惚已经可是。刚才沈厂长抱着林记者进来的，手都被烧伤了，还一直安慰人家。那位毕竟是林公的女儿，病房里那位沈厂长的爱人真可怜，听说孩子都没了。沈厂长刚才也就待了不到5分钟。厂长嘛，公私分明，但这种分明对枕边人也太残忍了点。就是。这是厂里新盖的专家楼，2楼也方便你出入。宋琴啊，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沈科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用我的伤痛换来的房子，这里的每一块砖都让我觉得刺骨的冷。来了。沈大哥，厂医说我这个烫伤需要勤换药，但宿舍那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怕。进来吧。晚秋的手是为了抢救工厂的图纸才受的伤，他是工程男，这新建的公寓医疗条件又好，你又是医生，照顾他最合适了。这既是组织的要求，也是我的意思。宋姐姐，沈大哥说你医德高尚，应该不会介意我打扰的，对吧？乔迁之喜应该要吃顿家常便饭的。我父亲常说呀，食物可以治愈一切。哎，我帮你。那你今天可得让我尝尝你的手艺了。走吧。今天就负责给你打下手啊。好，谢谢沈大哥。哎，我来烧水。这个水不是这样的。你小心点儿，沈大哥。别伤着了啊。结婚5年，我想让你进厨房洗个碗，你都说是浪费人才。原来你不是不会，只是不想对我用这份心。哎呀，小心点儿，别又伤着手了。知道了，沈大哥。哎，你看这个。哇，好厉害呀！眼前光景總要面對，曾經擁有才會失去，不愛自己。我弟弟求救時，那輛車叫工廠，現在他叫照顧工廠。低不過地，但腳踏一起總算完美。塵俗的愛，難似傳奇凄美，難望彼此化作蝴蝶遠飛。何必回頭？原來我們之間始終隔着那麼遠距離。還有不到20天，離職和離婚手續就該一起辦下來。喂，宋医生，不好了，厂长出事了！說清楚。廠長帶着林記者去後山考察新廠址，突遇山體滑坡，廠長為了保護林記者，被滾石砸傷了後背啊！
宋医生，你总算来了。厂长现在非常危险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后山地质不稳，厂长非要带着晚秋同志去采样。滚石落下来的时候，厂长扑过去把晚秋同志给救下来了，自己却被滚石砸进山坡里。都是我不好，沈大哥为了护着我才被埋起来的。宋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既然知道你不好，就安静点。这是医院，不是你的广播台。我只是太担心沈大哥了。谁是家属？沈先生背部受伤，必须要立刻做手术。这是手术同意书。沈克，你和林晚秋也算是一对苦命鸳鸯了，可惜了，你的家属签名还得我。手术很成功，但还没脱离危险期。接下来48小时非常关键，家属一定要贴身观察，一旦发现有苏醒的情况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。沈大哥，请保持安静，非家属请在探视区等待。晚秋同志，咱们先出去吧。曹建伟，那个播音员哭得跟什么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男人呢。哎，这还用说？走。这事儿家属院传遍了，沈厂长公私分明一辈子，唯独在这林晚秋身上不会破例。毕竟他爱人是组织安排的，两人没什么感情的。随他们去吧，沈克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妻子的身份陪你了。让快樂為我网球呢？他有没有事儿？他好得很，在隔壁病房吃水果呢。倒是你，为了救他脊椎都骨折了，能把你救回来算你命大。他去采样，我作为厂长，有责任保障厂里技术人员的安全。行，我知道，你跟他只是纯洁的工友关系。以往这种时候，宋清早该哭着质问我和晚秋的关系了，今天怎么308床林晚秋左手神经永久性损伤，不能恢复需要秒了。晚秋，晚秋，怎么会神经性损伤呢？你们用了什么药？沈厂长，是坠落时桡石神经被锐器所割，我们已经尽力吻合了，但神经再生可能……我不要听可能。他是播音员，他的手要写稿子，要拿话筒的。他的手要是治不好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用最好的方案，留不住什么代价？没事啊。原来无论什么代价是留给他的，克服是留给我的。没关系，最多还有20天，离婚申请就能批下来。到时候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克服的了。宋医生，这个困难还恳请您帮忙克服一下。宋医生，这个困难还恳请您帮忙克服一下。昨天医疗专家组进行了面诊，晚秋同志左手情况需要进行超高难度的神经重建手术。沈厂长恳请您动用一下陈教授那边的情分，请他破例为主刀。陈教授，他年事已高，早就说过1年只做2台手术，凭什么给我这个资格啊？宋医生，听说您父亲和陈教授生前是交好，临终前他恳请陈教授给您保留一个手术资格，以防万一。那是我的资格呀。厂长说了，他理解您，但如果能促成此事，他会协调厂里最好的资源对您进行补偿。当然，陈教授那边也需要您主动推荐一下晚秋同志了。如果
我说不能。基于家属的心理状态和厂区里的工作安排，厂长建议你暂时休息，调离一线临床岗位。他让你这么做的？厂长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沈克在哪儿？让他亲自来见我。凤青，晚秋的手是为了厂里才受的伤，拯救他，就等于保住了厂里的名誉。我希望你顾全大局。大局？沈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也可能是未来某一天我的救命机会？我理解你的私心，但是宋青，你首先是我的家属。陈教授那边，我已经以厂里的名义发出了请求，但最终还是需要你的推荐，才更能说服他。我不同意。宋青，别耍小孩脾气了。作为补偿，你想去省里进修的名额，我会全力支持。沈克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在我和你结婚之前，我就已经拿到了去省里进修的通知。到底怎么样你才会同意？那就看看你能为了林晚秋同志做到什么程度。厂长！厂长！沈克，不用这样。我就知道宋青心里有我，他舍不得的。你的尊严没那么值钱。算了，今天是离婚申请批准的最后一天，不能让他再纠缠下去了。字我已经签好了，快拿去救你的林晚秋同志吧。怎么回事？宋青这毫不在乎的样子。厂长，时间紧迫。宋青，这次辛苦你了，厂里会记得你的贡献的。走。宋青，好好休息，一会儿回来陪你。宋医生，有厂里给您批复的文件。医者救的是命，但首先要救自己的心。没有沈克的新的人生，我来了。医生说我的手已经恢复如初，真多谢你啊，沈大哥。太好了！哎呀，这样一番努力也不算白费。这一次呀，一定为你好好举办一次庆功宴啊！厂长，这是上级刚送来的文件，需要您签写。这什么？是宋医生的离婚申请批复件，基于他已经获得首都医院的进修机会，并且已经过了公示期，婚姻关系也依法解除。进修？离婚？不可能！他怎么会瞒着我？陈厂长，请问宋医生在家吗？我们联系不上他。怎么了？上次大火，宋医生被重物压住，导致骨折加流产，身体损耗非常严重。原本预约了今日来复查，如果再不来的话，身体恐怕会留下病根。你说什么？流产？
是个肚子。孙江，对不起。是啊，您不知道吗？当时情况很险，孩子都快成型了。联系厂医院，查一下宋清近期的医疗记录。好的，厂长。今晚您还有个会议。我不去了，按原定计划你来主持。孙清，孙清。这是豆油。沈克，我还是分得清豆油味和菜油味的。你不是知道我豆油过敏吗？保卫科的人呢？到，陈厂长。宋医生呢？宋医生几个小时前出门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这个宋医生并没有交代。你们保卫科的人干什么去了？宋医生的行踪，你这个做丈夫的不应该最清楚。做丈夫的漠不关心，倒来怪我们这些看大儿的。宋清，好好休息，一会儿回来陪你。宋清，难道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？宋清，沈厂长，你来干什么？哦，我不放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都这么晚了，宋姐姐还没回来啊？该不会是真的走了吧？这是去年厂里联欢会我和他唯一的合影。第4年了，他依然看不见我。他连这张照片都没有带走。沈大哥，你在找什么？要我帮忙吗？这不是我们之间的合照吗？别播！你出去！什么？我说出去！没关系，反正宋清不在，厂长家属的位置总要换人的。这么空，看来宋清是真的离开了。小王，小王你在吗？进来一下。晚秋同志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这个花瓶空着太难看了，你把它拿出去扔了吧。这，好。沈克，我看你最近太累了，正好，我的庆功宴就在这儿办吧。过几天叫几个厂里的好朋友来家里聚一聚，
不过这个窗帘和地毯我都不太喜欢，过几天你陪我去逛逛。什么庆功宴？庆祝我手恢复功能的庆功宴啊！你拿这个干什么？林晚秋同志吩咐我把这个花瓶拿去扔掉。沈克，这个花瓶不好看，过几天我给你换个新的来。快坐。沈大哥，厂医说我这个烫伤需要勤换药，但宿舍那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怕。进来吧。原来林晚秋一直做着鸠占鹊巢的事儿，而我却浑然不知。你出去。去吧，去扔掉。果然，沈克还是听我的。我说你出去，你把花瓶放下来。什么？我说，请你马上离开我的住所，现在！沈克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宋茜姐姐走了，我理解你很难受，但是……小王，送林同志回宿舍。厂长，按我说的做。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沈克，那我改天再来见你。听说沈厂长的爱人宋医生去首都医院学习了，早知道了，这消息啊都传遍了。而且呀，听说是打了离婚报告才走的。唉，早该走了，换作是我，一天都忍不了。那这下宋厂长不是跟林……哎，我看未必，他那着急的样子可不像是演的。也该他着急了，之前宋医生哪次不是为了他忙前顾后的？哎，这沈厂长啊，确实是为了别的女人开绿灯呢，完全不考虑宋医生的感受。谁让那谁是老技术员的女儿，厂里照顾得很，谁不得看在面上礼让3分啊？那宋医生还是打了报告，组织承认的正牌夫人呢。那也比不过那谁呀，他一副大义凛然、公事公办的态度，其实该享受的一点没少。唉，沈厂长啊，肯定会后悔的。就是。沈克，我原以为你根本不在乎宗庆，现在，难道你真的后悔了？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厂长，宋医生的医疗报告拿到了。3件，妊娠10周，自然流产，合并大出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她流产了我不知道？当时，你……原来那个时候，沈克，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失去了什么？房子厂里会补偿的。沈克，我怀了你。沈厂长，林晚秋同志醒了，一直哭着不肯上药，非要见您。她是老林工唯一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厂里才受的伤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沈厂长去忙吧。所以他收走了自己所有的物品，我却在这个家的痕迹突然不告而别，是要永远的离开我。找！联系兄弟单位、车站、医院，一定要找到宋青，
厂长，这不符合规定啊！我说了，立刻。是。宋清，你不能走。我是沈克，说。厂长，查到了宋医生的购票记录，是下午3点省城发往首都的快车。沈厂长，刚刚接到省县委转过来的文件，是什么？宋医生的户籍档案和组织关系，在3年前就被首都医院正式接收了。调令是部里直接下达的假期件，跳过了厂里的行政审批流程。3天前。那时候我正陪着林晚秋去市里看守，我还以为宋清在闹小脾气，却没发现他已经在切割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。准备车去省城。厂长，下午部里派来的技术专家组就到了，这关乎明年厂里的生产线扩建计划。告诉副厂长，让他全权负责。厂长，你等一下！厂长，你等一下！厂长，等一下！厂长，您就算现在飞过去也来不及了呀！而且今天早上的会议非常重要，您不能缺席。告诉副厂长，就算天塌下来给我顶着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出事了我一个人负责。回到厂里，我能继续做医生吗？当然了，医生救死扶伤是很好的厂长家属形象。宋清，等我。是3点的车，怎么现在还不出发？是啊，这都几点了，车怎么还没来啊？列车因为线路故障延误了，大家等一等，别着急。不等了，还要同志，我是去首都医院报道的，要是车迟了我就赶不上了。这位同志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的。宋清，你干什么呀，耍流氓！对不起，同志，认错人了。你好，请问去首都的车开车了吗？同志，已经停止检票了，你不能进。我找人，我爱人在车上。你不能进，前面的人拦住他。同志，不要靠近，列车开动了。宋清，無情人做對孤錯，
暂時渡過坎坷，苦海中不知獨處，至少互相依賴。字我已經簽好了，快拿去救你的林晚秋同志。宋清，那个时候你的手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抖？心也像现在这样疼？宋清，宋清，沈克，他此刻应该在厂里的庆功宴上举杯庆祝林晚秋的手部康复吧。况且他的日程表从来都精确到分钟，怎么可能为了我这个已经签了字的前妻，浪费他宝贵的大局时间呢？再见了，曾经的厂长家属宋清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谁的垫脚石，也不必再在糟糕的婚姻里委曲求全了。这列车到达首都之后，我只是我，医生宋清。宋医生，我是首都医院派来接您的，路上辛苦了。这位是我们急诊科的同事江寻，这个人吧有点不拘小节。宋医生，车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发生了一起连环车祸，院里忙，我们走吧。走。收到，马上赶到。欢迎来到首都，宋医生，这里天地广阔，任你施展。病人下肢挤压伤严重，伴有由于感染引起的虚荷症状。院长，我认为目前最稳妥的方案就是进行高位截肢。伤者已经出现毒素吸收中毒症状，保腿和拖垮全身脏器。截肢说的轻巧，我建议保守治疗，大剂量抗生素压制。那位红星机械厂来的宋医生，你站了半天了，有什么想法？乡下唱孔来的，估计也就见过缝合包扎吧。谁说不是？这么复杂的病例，院长怎么还问他的意见？我认为截肢和保守治疗都不是最优解。伤者的渗出物颜色偏暗，结合脉搏波形，我怀疑是隐匿性深筋膜间质综合征，所以应该立刻进行阶梯式减压，不需要大面积切开，而是精准定位压力点，这样既能保腿，又能通过物理手段引流毒素，减轻脏器负担。宋医生，这种微创减压在临床上极难操作，稍有不慎就有2次伤害。阶梯式减压，这个思路很有前瞻性。宋医生，你做过类似的尝试？我之前在矿上医疗队的时候，条件艰苦，通过这种方法保住过不少工友的腿。好，就按照宋医生的思路制定方案。你们几个跟宋医生讨论一下，拿出个初步方案来。你听说了吗？新来的那个宋清离婚。什么？离婚那可是大新闻。听说是从红星机械厂那边来的，不会是在当地犯了什么错，待不下去才跑咱们这边来避难来的吧？没准儿。你看他那天在江院长面前表现那么积极，一口一个阶梯式减压，我看他就是想出风头，好在咱们这扎根。怪不得他整天冷冰冰的，原来是有这种背景。江院长也真是的，怎么什么人都往咱们进修班里找？谁让人家会投机取巧呢？这说不定呀，背后找了什么关系呢？有时间聊八卦，看来你们真是不够累啊！
让你们有功夫在这编排同事的私事。澄清一下，宋医生的离婚报告是组织批准的，光明正大。他来进修，靠的是红星厂5年上山下乡，营救病人的实际，不是靠命。别人都议论你，不为自己说两句。嘉勋，谢谢你啊！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倒是你，别因为我和同事们把关系都搞僵了。这一次，没有人在旁边说宋清，请顾全大局，宋清这样影响不好。这一次，只有我和我需要拯救的生命，以及终于完整的我自己。厂长，关于下个季度钢材采购的请示，您把和风钢写成螺纹钢，数据核算也有问题，刚才被部里的技术组给退回来了，说这种问题不应该出现在您身上。以前厂长可是全系统最严谨的人，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的。知道了。还有，这个是您后面几天的日程安排，已经帮您整理好了，您过目。明天你要去市里参加工业总结会，后天下午首都医院的专家组会来厂里指导矿区职业病的防治工作。首都医院？对，厂长，听说进修班的医生也会一起过来。专家的名单里有他吗？暂时还没看到宋医生的名字。知道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下班休息吧。别总喝浓茶，对胃不好。我给你加了点葡萄糖，温度刚好。就放着吧，厂里还有2个会，不要干扰我。知道了，沈大厂长，忙完记得喝啊。宋清，你回来了。宋清，你回来了。厂长，是我，该下班了。还没走啊？哦，刚才保卫科小王说您办公室灯还亮着，我过来看看。小薇啊，在你印象里，宋医生除了走的时候带走的那些，还留下过什么吗？宋医生平时除了在厂医院，就是在家里。不过我记得有一次佳琪去你家送件，看见他在书房整理一些厚厚的本子，好像是简报。保卫科的人呢？到，沈厂长。宋医生走了之后，
这屋子里的东西还有没有人动过？报告处长，绝对没有动过，除了那天李晚秋同志过来。我知道了，你走吧，把门关上。好。宋清，你就这么狠心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，一点痕迹都不愿意留下吗？密码还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都快忘了，一直没改。从来没见过这些照片，那个时候的心情，不是厂长的爱人，是小宋医生。第一次下矿井，沈克在上面指挥，我在下面救人，可他说我给他丢脸了，因为我满脸都是煤灰。但其实我很开心，因为那条腿保住了。他今天真帅，为了让他上台时不胃疼，我熬了1夜的药，磨成了粉，掺进他的茶里。他没发现，还夸今天的茶不苦。但是那一次，你守夜连续36个小时没睡觉，最后在后台上晕倒了整整半个小时，都没有人发现。今天是我们结婚的3周年，厂里又收了表彰，但他好像很累。只有你才会看到我的疲惫。结婚4周年，他在市里开会，我在电影院等了3个小时。电影散场时，他刚好带着林晚秋进来，说是厂里的招待任务。他没看到我，我也没叫他。姐姐，我后悔了。马书记，沈克，听说宋医生申请离婚还批过了。是。咱们厂的领导岗位，家庭稳定是重要的考核指标。你明年就要提干了，这个时候闹离婚影响不好。当初在联谊名单里，你一眼相中了宋医生，我以为你是拎得清的。宋医生出身医学世家，在厂里的那几年，无论是技术还是人品，那都是拔尖的，那才是真正的无私奉献。是我没做好。林晚秋同志虽然是遗孤，但不适合你。我们都相信你。这位是教育机构的家里事长。你好，小姐，幸会。
说是文化交流会，我看倒像是给沈厂长攒了联谊会呢。你瞧，个个盯着沈厂长呢。不过我看他这兴致，怕是心里还揣着那位远在首都的宋医生。是啊，这么多领导介绍来的女同志，他都婉拒了。装什么神情？宋医生在的时候，他可是一点没和林晚秋保持距离。以前宋医生在的时候，这个场合他总是穿得最素净，却最扎眼。现在离了婚，倒让某些人觉得自己有机会了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听说这回他是强行闯进来的，厂里的播音员也没个正式邀请，他凭什么？凭人家有个好爹呗。当初逼着宋医生让出手术资格的时候，沈厂长可没见手软。所以说嘛，男人啊，非得等把人伤透了，走远了，才开始装深情，演给谁看呢？欢迎各位来参加红星厂的交流会啊！原来是林大播音员啊！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主办的呢。两位说笑了，虽然我父亲走得早，却是为了保护厂里的资产牺牲的。你们看，奖章还在这儿呢，所以我想，我应该是有资格入籍的。哦，对了，其实啊，这枚奖章之前还丢失过，可是沈大哥特地为我复刻的，这分量，想必大家都明白。这份量，想必大家都明白吧？这枚奖章，厂里可只有我父亲有，沈大哥可对此珍惜得很呢，特地为我复刻了一枚。既然这么重要，那原件是怎么丢的？这枚奖章，沈大哥，我父亲的奖章他不见了，我之前明明就放在保险柜里的。我这屋子平时也没人来的，怎么会丢东西呢？可是这其他东西都在，唯独是奖章不见了。那可是我父亲用生命换回来的荣誉。宋青啊，我知道之前的事情，你心里还有气，但是晚秋他父亲的遗物对他来说很重要，你拿出来吧。我没拿。保卫科都是有记录的，这段时间里除了我和晚秋，就只有你进出的门禁记录，你拿出来。宋青姐姐，你要是真的喜欢那枚奖章，我可以做个复制品给你。只是那个原件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胡闹！把奖章拿出来！我说了，我没拿。保卫科，把宋医生带去院子里，好好反省一下，什么时候想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叫。后来宋青在太阳底下站到脱水晕倒，也没有找到那枚奖章。可那时我甚至都没有再去检查一遍。这事儿啊，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可是听说有人告状，说是宋医生争风吃醋拿的。我还听说宋医生被罚了一晚上站呢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了。宋青又不在，讨论他干什么？厉晚秋，当初告状的时候你不手软，现在装什么大方呀？我现在可有沈大哥特地为我复刻的奖章，这奖章在我心里跟父亲留给我的一样重要。沈大哥对我的关照，我毕生难忘。你还是想要以身相许呀？哪有？别装了，你一口一个沈大哥的，不就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，好告诉我们你有沈厂长罩着吗？宋青人善，当初没有跟你计较，不代表我们看不明白呀。对呀，沈厂长，你这是关照还是特权呢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沈厂长这也是为了厂里的荣誉。够了！二位，你们说的没错，我当初确实没有遵守规章制度。沈大哥，不守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厉晚秋，我请问，是否收到本次活动的邀请函？没有。但是沈厂长，之前都是你直接带着我入场的。那就请你出去。怎么？是因为宋青对不对？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？林晚秋，
不是，宋清都已经走了，沈克，你没有必要对他愧疚。你没有资格提他的名字，你别忘了，是他当初给你写的推荐信，把手术资格让给你，你的手才恢复的。那也是你逼他的。字我已经写好了，快拿去救你的林晚秋同志吧。沈克，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曾经我也以为你就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对我像大哥哥一样照顾。但你特地来接我，带我出去，又在危难的时候把我护在身下。我对你仅仅是照顾遗过的情分，而且我也说了，是我错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比宋清好10000倍，在你心里我才是你妻子，对不对？你疯了，林晚秋！你疯了，林晚秋！少在这骗人了，沈克，你在这当什么情圣啊？怎么，当初逼他让出手术资格的人是你，把他抛下跑来救我的也是你？还有他弟弟，你不去找他弟弟，反而来找我，你现在告诉我，这是为了勤奋照顾我？原来沈厂长还有这一面呢，可真会装，表面上是模范家庭，其实背地里早都烂透了。宋清也是个傻子，被你这个装模作样的骗。我警告你，你指责我可以，不要羞辱宋清。宋清他在的时候，你眼里从来没有他，现在他走了，你倒维护上了，你脑子有病吧？闭嘴！保卫科，把林晚秋给我带走。下次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放无关的人进来。如果再像今天一样，什么人都可以随意闯进来，就是你们工作的失职。是。沈克，肯定在开玩笑吧？宋清已经走了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放开！沈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爸可是为了厂子牺牲的。别拿老林公说事儿了，林晚秋，你真以为大家都是瞎子？沈厂长，您可能还不知道吧？去年您小舅子去山里送药失踪，您开车去县城接他那次，他根本不是扭了脚，我亲眼看见他从陈老板的桑塔那里下来，手里拎着名牌衣服，笑的那叫一个灿烂。没错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陈老板在县宾馆摆桌，林晚秋可是贵客，两个人呢连交杯酒都喝了，看起来哪像个扭了脚动弹不得的人呢？你们说什么？陈老板就是那个倒卖咱们厂废钢的投机商。沈厂长，您在这讲大局，林晚秋他在那儿拆您的台呢。我求你，能不能帮帮我，调一下厂里的吉普车，带我去山上找找他呀？厂里的车是公产，公车私用是红线，我不能带这个头。大局，我跟宋清讲大局，却为了一个骗子断送了他唯一的亲人。带走，给我把他带走！严查！厂长，林晚秋的档案怎么处理？按照规章办事，他虚报私事，违规使用公车，私下接触投机商，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。是。宋清，我到底让你受了些什么样的委屈？注意形象呀！厂长的爱人手上全是伤口，影响不好。去，洗干净。后来他再受伤，都会自己处理好，不让我看见。还有那一次，沈克，你看这个呢，是我这次参加救援任务送的纪念品。小孩子家的。宋清，对不起，不管大事小事，
我都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宋清，刚红星机械厂有人打电话找你，说自己是沈厂长。我是宋清。喂，晶晶，是我。首都最近降温了，天气预报说有小雨。你走的时候没有带厚的衣服，我给你寄了一些羊毛大衣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腌笃鲜，我也托人给你带了一些。沈厂长，医学院宿舍有暖气，食堂的伙食也很好，这点琐事就不劳您挂心了啊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要弥补。对了，林晚秋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厂里会处分他的。那是厂里的纪律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对不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生我的气了？沈厂长，如果您打电话过来只是为了说这些的话，那抱歉，我后面还有很多事，我的时间每分每秒都很宝贵，也请你不要在工作时间打这种私人电话。看来这沈厂长还挺闲的，都开始关心天气预报了。走吧，研讨会马上开始了。没事。孩子他妈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大家散开，我是医生，保持空气流通。瞳孔不等大，对光反应迟钝。大姐，他刚刚是不是有一瞬间突然清醒，然后又晕过去了？对，刚刚摔倒后，他撞到了一具头，紧接着就没动静了。这是典型的硬外膜血肿表现，很有可能已经颅内出血。江旭，你联系一下附近2院的急救车，点名要开颅包。好。你谁呀？穿了便服就在指手画脚。他是医生。哪儿的医生？我瞧着面生。我在首都医院进修。原来是个进修的，也就是个实习生水平吧。我大哥就是摔一下晕过去了。你别在这儿有人颅内出血，万一手术做坏了，谁负责？进修生怎么了？他救过的病人比你见过的猪还要多。要是现在不送医院，出了人命，你能负责吗？你行了，别争论了。患者已经开始呼吸不均匀了。大姐，你信我一次吧，人命真等不起。走，听这位医生的。医生，孩子他爸怎么样了？送来的非常及时，血肿已经消除了。要是再晚10分钟，脑疝形成就真的救不回来了。是谁判断的颅内出血？医生，谢谢您，谢谢你，救命恩人呐！是啊，刚才我们还那么说话，就是我们这不是人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！病人没事儿，比什么都强啊！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今天辛苦你了，我送你回宿舍吧。谢谢你啊。宋医生，今天挺威风啊！那些家属脸都绿了，还要过来鞠躬给你道歉。这种误会我可见多了。以前在红星厂的时候，哪怕我救了人，只要沈克一皱眉，说一句不合规章，大家都觉得是我错了。又是那个沈克。话说，宋医生当初为什么跟他离婚啊？听说他是厂里的红人，前途无量，长得也是人模狗样的。
沈克的光环啊，太亮了。在他身边，我不是宋医生，而是沈厂长的夫人。我的所有情绪、学业，甚至亲人，都得为他的形象和大局让。怎么？他让你受委屈了？怎么，好奇啊？行，那我就给你讲讲，就当路上给你解闷儿的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弟弟。你就这么一走了之，岂不是便宜了那对狗男女啊？无所谓啊，我不在乎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沈克，你看看你最近都干了什么？当初我看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年纪轻轻当上厂长，我才把宋医生介绍给你。结果呢？书记，是我没处理好家务事。只有家务事吗？上次特地为你举办的联谊会，你不愿意也就算了。这林晚秋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有人已经把厂里这几年保卫科的出车记录、招待所的报销单，还有林晚秋私自利用播音室收受好处的举报材料，全部都捅到我这儿了。你好好看看。谢谢书记。还有，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事跟林晚秋有关系，但你连续3次拒绝岗位调动安排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调动？我当时以为是宋清他想留在厂里，所以我才糊涂。宋医生是为了支持你的事业才毫无怨言。本来组织上想明年提拔你去省城，可你现在的名声，谁敢保你？我申请取消一切晋升考察。你疯了！这是在救你。组织上决定给你3个月停职反省，期间把林晚秋的问题调查清楚。沈克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千万不要毁在一个不值得的女人手里。这是会长是林晚秋本人，因情绪失控，自行藏匿于宿舍枕隙内，后因记忆混乱，误指为失窃。经保卫科前半年排查，排除宋琴医生的嫌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份报告？我怎么会同意不予追究？难道厂长，这是林播音员整理的广播站维修申请，说是有点小误会，不过已经解决了，只需要您走个流程。是那天，是那个时候，对，不会吧？一定还有更多的材料，一定还有更多的材料。厂长，您别这样，您这是干嘛？你没事吧？
知道吗？这里是厂里的车辆使用记录。林晚秋用厂里的吉普车去县城买东西27次，而同一时期，宋清却为了救一个意外烫伤的小孩，向我申请用车，却被我以用车私用是红线拒绝了。厂长，这都是当时您亲自下的命令。我算什么铁面无私？我这分明是厚颜无耻！厂长，我也有错。不，你只是履行我的命令。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呀？我自诩铁面无私，却处处是偏心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这根本就不是照顾，这是特权。厂长，其实还有一件事儿。前几年厂里收到过关于老林工的举报信，说是他为保护厂里财产而死的事，有待核实。什么？老林工不是为了保住锅炉吗？举报信里说，是因为当时老林值班违规喝酒引发的火灾，他进去是为了抢救他私藏的财产，但当时林晚秋说是别人嫉妒他，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就没有再上报处理。给我继续查，每一方每一页都不要放过，这次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是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这次调查结束之后，我会主动请求辞去厂长一职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书记不是给您时间处理了吗？我必须要辞职，我要去首都见他。如果我还顶着厂长这一个头衔，我每次去见他都会被解读为公事。我不想再以这些虚伪的借口去面对他。哎，这是厂长办公室，你不能进。你让我进去，我要见沈克。沈克，这保卫科的要搜查我的宿舍，这涉及我个人隐私，根本就是不合规定的，你得帮帮我呀！厂长，给我批文。这批文需要沈厂长亲自签署，你这根本就是伪造的。批文是我签署的。什么？沈克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早就该这么做了。保卫科查的不仅是你的账目，还有你父亲老林公当年的英雄事迹。我爸可是为了厂里牺牲的，这是全厂公认的荣誉。可惜了，厂里的老门卫还活着呢。他告诉我，你爸那天晚上带着半斤白酒进的锅炉房。所谓的抢救国家财产，不过是要抢救他偷偷倒卖的废铜。不，你这是污蔑！林晚秋，你父亲的奖章会被撤销，还有厂里给你的抚恤金以及照顾性岗位，全都要被收回。不，沈哥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！要是这些都没了，那我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宋茜当初求我救他弟弟的时候，他也快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县里喝酒杯酒啊！
沈科，我错了，你就看在我照顾你这么多年的份上。来人，把林晚秋带到厂区办公楼下的空地上，让他在那站着。现在正值腊月寒冬，不许他吃，不许他喝。当初宋清站了多久，你就站多久。他站够了，直接送去公安局。关于你勾结陈老板倒卖废材的证据一并送上。沈科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我要去市里面告你！你就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就要毁了我！带走，沈思，带走。沈科，男，红星机械厂厂长，现向组织坦白，本人在职期间的严重违纪行为。本人曾多次利用职务之便，违规审批公车，供林晚秋私用，曾因个人偏见，无视林晚秋诬告宋清同志的事实，致使家属遭受身心创伤。本人深刻反省，以上行为严重违反了厂管理条例，辜负了组织的信任。本人申请辞去厂长一职，并自愿接受一切处理，绝不推诿。这是我工作这么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，现在他们应该去能救命的地方。孙清同志，你作为医生，履历很优秀，但是我们结婚之后呢，你恐怕就不能继续去省医院进修了，这一点你要想清楚呀。一条命就是一条命啊，在哪里当医生都是一样的呀，没有优先，没有附加，更没有值得救和不值得救的区别呀。很好，我的妻子就需要你这样的品德。只不过太天真了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宋清他不是天真，是早就看透了，所以他才走了。宋清，等我把这身弄脏了的皮脱掉，等我把钱这里的账还清，我就去首都找你。到时候你会原谅我吗？情况怎么样？伤口还痛吗？宋医生，你来了。我家先生今天好多了，伤口恢复良好，过段时间应该就可以拆线了。真是太谢谢宋医生了，要不是你那天在路边一眼就看出我是颅内出血，我这命就交代了。这个阶段可不能大意，家属也要注意啊，给他及时翻身，防止压疮。有宋医生在，我就安心了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不光是我，他们对你也很上心啊，你应该多谢谢护士他们。是，多谢这位护士一直在照顾我。你呀，确实要谢谢宋医生的妙手回春，当时要不是宋医生坚持。宋医生，外面有人找你。不急的话，让他先等一下吧，我查完房就过去。怎么了？就说宋医生现在在忙，让他等等。他说他是宋医生的爱人，叫沈克。先生，您不能进，这里是病房区域。宋清，让开！宋清。宋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先去忙吧。好。晶晶，我知道错了，
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这里是医院，你要是来看病的，请去挂号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你的丈夫呀！丈夫？我哪来的丈夫啊？我的丈夫早就死了，死在他对压在废墟下的我不管不顾，扭头去救别的女人的时候。你是我第一眼就看中的人，是我这辈子唯一认定的妻子。这里没有你的妻子。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关于林晚秋的事情，我可以解释的，我已经。孙晴，你听我说呀！放开他！你没事吧？这位先生，这里是医院病房，如果你继续在这里闹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是我和宋医生的家事，和你没有关系。纠缠医院工作人员，干扰医院秩序，这不算是家事，这是公事。这位大夫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是宋医生的丈夫，我没有恶意，我也没有想要扰乱秩序，我说几句话就哦，原来你就是宋医生的前夫。我们之间确实有些误会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想的什么样？是你面对重伤的妻子扭头就走，去营救别的女人，还是冷血的无视妻子，营救亲生弟弟，害得他惨死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在和孙金解释。够了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，你先回去吧，行吗？江雪，麻烦你请他出去，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。孙晴，沈厂长，你也是青年才俊，我给你留点面子，请你自己出去，否则别怪我动粗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我和宋金的家事儿，关你什么事？医院的事情就跟我有关系，而且宋金他不想见你，请沈厂长看清楚了，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的红星机械厂，你的权威在这里没有用。宋晴他不想见你，你别再来了。宋晴，我抛弃一切来这里找你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宋晴，宋晴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但是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怎么还赖着不走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宋晴，我已经抛下我打拼的一切过来找你，请你相信我。抛下一切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我没有坚守住原则，我不配当这个厂长。宋晴，这是我的赎罪。我不需要你为我赎罪，别说的好像什么都为了我一样。那林晚秋呢？他的事情我也调查了。沈克，无论你做什么事，我们两个都已经没关系了，放手吧。金晴，你叫我名字了，金晴，我就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你说，我愿意放下尊严，我可以做一件事情。我说了，你的尊严没那么值钱。宋晴，宋晴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？还是说你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？是他吗？江雪。不是沈克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和江雪只是普通的同事，再说了，我和别人怎么样和你有关系吗？你这么快就爱上了别的男人？江雪他有什么好的啊？你是因为林晚秋，所以才故意找个男人报复给我看的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沈克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喂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还想被挨打？宋医生，出大事了！
南郊工地发生地表塌陷，有工人被埋，需要支援。马上出发。不行，医院有病人，你再敢捣乱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宋清，和你并肩同行的人只能是我。江巡他能做的，我也可以为你做。师傅，跟上前面的2救护车。好。1号床，清创。是，宋医生。后面的2号床送去拍片子。这次伤员比想象的要多，估计要加床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是。宋医生，不好了，江巡受伤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现场路面突然2次坍塌，当时他在转运伤员，扑到伤员身上被砸伤了腿。他人呢？怎么样了？在往医院路上了，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，同时扑到伤员身上也被砸伤了。还有人？是沈克。沈克？他怎么会？醒醒，醒醒！是青青，是青青，她在喊我。醒醒，老公，醒醒！青青在喊我，她在关心我，我要醒过来。醒醒，江巡，快醒醒，醒醒！他还是没有原谅我，他宁愿去关心一个外人。宋清，你醒了。我这是……你被砸伤了，再不醒过来都有生命危险，可吓死我了。那伤员呢？伤员没事儿，你救了他。不过你这条腿得尽快做手术，你也别担心，我们一起制定手术方案，一定让你好好的。宋医生都出手了，我把我的心放进肚子里了。宋清，你曾经也是这么对我的。4号床，你的腿需要进行手术，有家属签字吗？是啊，前夫已经不算家属。没有，我可以自己签。可以的。眼前的美，风雨冲淡了它更迭色渐暗。宋医生，我的手术你也一样会上心吗？我对病人一视同仁。原来现在的我对宋清来说只是一名普通的病人。宋医生，这次伤员数量超出预计，我们库存的药品不够了，麻醉剂和钛合金髓内钉只剩下1份了。多1份都没有了吗？我仔仔细细盘点过了，真的没有多的了。这可怎么办？2个人的腿伤都是复杂粉碎性骨折，如果不马上进行清创力固定，很有可能落下残疾的。宋清，晚秋的手是为了厂里才受的伤，拯救他就等于保住了厂里的名誉。我希望你顾全大局。大局？沈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也可能是未来某一天我的救命机会？我理解你的私心，但是宋清，你首先是我的家属。陈教授那边，我已经以厂里的名义发出了请求，但最终还是需要你的推荐，才更能说服他。字我已经签好了，快拿去救你的林晚秋同志吧。莫放肆，这场景
就像当年的份救命手术的转让书，而那时我竟然逼宋金让出他的手术机会，我是多么的混蛋！先给沈克做手术吧。我也算是这个医院的医生。沈克他是病人，病人优先嘛。江雪，不行，江雪，你还要拿手术刀呢，你以后还要站在手术台上呢。我不能看着一名优秀的医生变成残废。没事，做不了临床，还可以做研究嘛。怎么，不相信我的智商？江雪，我不愿意。不用怕，就算我失去一条腿，我也照样每天能在你面前活蹦乱跳，给你添堵。别哭。我放弃。我放弃这一次手术机会。沈克，你确定吗？这样你很有可能失去一条腿啊。我确定，江寻比我更需要这一次手术的机会，而且这是我欠宋清的手术。这样你很有可能失去一条腿啊。我确定，江寻比我更需要这一次手术的机会，而且这是我欠宋清的手术。以前我总是跟你讲规矩，讲牺牲，现在我也守一次规矩，我也讲一次牺牲。江寻他需要站起来去救更多的人，而我这样的人站着也是浪费。天道好轮回，这一条腿是我还给你弟弟的命。准备给江寻手术吧。今天我这样做，能不能换你心里的那块冰稍微化掉一点点？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这还没恢复呢，不能随意挪动。晶晶，你终于肯关心我了。我现在只是作为一名医生给你提个建议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，你就算再生气也应该原谅我了吧？以前的事儿，我一直想跟你解释。沈克，我没有兴趣参与你的追妻游戏，我们之间现在只是医患关系。等你病好了，出了院，你我之间就只是陌生人。原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出去这段时间做好病房护理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。好的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多久？和你没关系，好好养病。宋清，宋清，宋清，宋清。4号床的病人是谁啊？看着文质彬彬的，还怪帅的。你不知道？宋医生的前夫之前是红线机械厂的厂长呢。那他怎么跑来首都住院了？为了宋医生追过来的呗。听说之前和厂里的一个女工人不清不楚的，宋医生就和她离婚了。原来是个负心汉，亏我之前还可怜他一条腿残疾。是啊，我看现在宋医生和江寻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这位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4号床沈克在吗？有电话找。宋清，是宋清打电话来关心我了吗？喂，是沈克吗？你的父亲突发脑溢血，在 A 市第一医院抢救中，赶快来一趟。父亲，是儿子不孝，儿子来晚了。老天，你夺走我一条腿还不够吗？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父亲？为什么？
怎么了？上次大火，宋医生被重物压住，导致骨折加流产，身体损耗非常严重。原本预约了今日来复查，如果再不来的话，身体恐怕会留下病根。你说什么？流产？是啊，您不知道吗？当时情况很险，孩子都快成型了。沈哥，我弟弟去山后塌房去送药，结果失联了。我求你，能不能帮忙我调一下厂里的吉普车，带我去山上找找他？厂里的车是公产，公车私用是红线，我不能带这个。青青，你弟弟的事儿我很遗憾，但是我作为厂长必须要按规章办事，希望你理解我的难处。原来当时我说的每字每句对宋金来说都像冰凉的刀子一样扎进心里，而我就是害死他弟弟的刽子手。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现在命运的回旋镖终于转回了我身上。进。宋晴，你看这个。关于红星机械厂已故功勋技术员火灾事故真相的复查报告。我猜这个老林工是林万秋的父亲吧？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经查证，事故真实原因系林某违规在值班室饮酒，导致明火，引燃易燃物。其冲入火场并非抢救设备，而是为了取回其长期窃取并私藏的厂矿废铜物资。多讽刺啊！李晚秋一直拿他爸当免死金牌，这么多年在厂里飞扬跋扈，没想到这个免死金牌是假的。啊，还有李晚秋的事，你看最底下。播音员林晚秋因涉嫌非法挪运公用物资，勾结投机商倒卖国家财产，并蓄意伪造证据，诬告陷害他人，已被公安机关正式批准逮捕。这报纸哪儿来的？是收发室送过来的，说专门有人发给外科进修组，宋医生亲戚特意为你看的。处理掉吧，和医疗费用一起分上。宋医生，你说是不是沈克？不重要，迟到的正义对于已经死掉的心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是啊，懂了的时候，人已经不在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准备一下吧。明天的医疗援建中心成立是非常重要，我们需要多方协作，才能让这个项目落地，这才是能救人的实事儿，不能分心。好，那我去准备一下。沈克，林晚秋从来都不重要，真正让我寒心的是你永远心安理得的牺牲我。当时你不明白，于是现在你在我眼里也变成了那个不重要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是位于首都的医疗援建中心，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心主任宋清女士。宋主任您好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清。宋主任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医疗援建中心吗？好的，我们医疗援建中心是由首都医学院牵头成立的，旨在帮助那些偏远农村地区建立医护专业人才体系。我们的培训中心有教室、模拟病房等不同设施，能够满足不同科室的教学需求。哇，这医疗援建中心真是不错，让偏远乡村享受到了这么好的医疗资源，功德无量啊！是啊，我听说负责人宋清还是从我们这出去的，真给我们长脸。可惜了，要是他一直待在这儿，他前夫是之前那个很有名的机械厂厂长，可惜出轨了一个女工人，所以他才离婚，跑去首都医院进修的。我要是他前夫现在该后悔了。可别做梦了，宋医生不仅人漂亮，还有才华，咋能看上你啊？
宋清，当年那份报纸你看到了吗？听了宋主任的介绍，相信大家对医疗援建中心有了很多期待。那么宋主任，是什么启发您去牵头成立了这个援建中心的呢？是我的父亲，他曾经也是一名乡村医生。您的父亲？他已经去世了。小的时候呢，我父亲经常带我进山给村民们看病。当时有一位妇女难产，我父亲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下挽救了那位妇女和新生儿的生命。他当时就对我说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当医生。所以我现在做的不过就是沿着我父亲没走完的路继续前行。原来是女承父业，看来平凡中也能孕育伟大，相信您的父亲也会为您感到骄傲。他是骗子，他是骗子！我跟你说，他是个骗子！你们不信啊？我有奖章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哪里来的疯子？好像是之前机械厂的女播音员，之前还挺有名的，不知怎么的疯了。还不是他拿他父亲的奖到处招摇撞骗，要特殊待遇，结果因为那个奖是假的，他自己也被立案调查丢了工作，现在这样，唉。不是，都是你们骗的！各位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马上带他离开。你是沈克？你不是沈克，沈克是厂长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对不起啊，沈先生。他说的对，我沈克不是什么。你不是沈克，沈克是我丈夫。你个死瘸子，你居然敢冒充他！林小姐，小姐她最近忘记了很多事情，情绪也不太稳定，今天是受了刺激，还请您不要往心里去。死瘸子，臭乞丐！沈克可是我们厂厂长，你敢冒充他？我要告你！我要告到组织！我要告组织！得了，我同学。对，我现在就是个死瘸子。林晚秋心里记着的是沈厂长，跟我沈克本人没什么关系。死瘸子，你个臭乞丐！我告诉你，你不是沈克，你不要在这骗我！抱歉，我马上带他走。你们不能骗我！我告诉你，沈克是厂长，我是厂长。而我竟愚蠢到因为这样一个女人失去了一切。不知不觉，我们的采访就要进入尾声了。宋主任，我能否在最后问您一个问题？可以啊，不过请不要问我的个人经历和情感问题。没问题，宋主任。我想问的是，您觉得一个人要有多坚强，才能在这样的领域坚持几十年？这不是坚强，是选择。选择把目光放在那些未来还能改变的事情上，而那些失去的，就让它过去，不要再回头看。小克呀，下周你爸忌日，你回来吗？回。那你的个人问题，妈给你物色了几个，你什么时候看看？不要再想着宋清了，人家现在和你不是一类人了。妈，我这边还有些事儿，先挂了啊。你好，请问去首都的车开车了吗？同志，已经停止检票了，你不能进。我找人，我爱人在车上。不要靠近，连着开动了。宋清，宋清，你再也不会回来了，而我
再也不配站在你的身边。20年前，我们的医疗援建中心在这里成立。20年后，我们的学员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，为许多偏远乡村地区的患者带来希望。而今天，你们作为本中心的第10批学员，从这里顺利毕业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继续发光发热。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作为本中心的主任，我衷心的希望各位，无论你们未来走到多远，都不要忘了学医的初衷是治病救人，也永远不要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当医生。好了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些，谢谢大家。宋清，恭喜你啊，成了名人。什么名人啊？名人意味着更多责任，扩建中心的谈判还没有完全到位呢。差不多了。不过有一件事情 ，A 市那边联系我说派一个医疗代表团队来学习我们的模式。不过名单里面有一个熟人，姓沈。按正常流程接待，如果他问起我，就说我出差了。不过你从来没有问过我，当年那些匿名捐赠，还有林晚秋的那些事情的调查报告。不需要问，医生当久了就明白了。有的时候病因查清楚了也没用，重要的是把病治好。重要的是把病治好。竟把病治好的医生。宋清，你给了这么多人新生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啊？香璇，你……宋清，你是一个坚韧的女人，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，但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。我不仅想做你事业上的帮手，更想做你生活上的同行人，但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。好。宋清，这么多年，我反反复复梦见这个场景，可回头的人从来都不是你。我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你一面吗？哪怕是在梦里。太难回头，只能一直走，不停。医疗援建中心主任宋清获颁健康领袖奖，表彰其在基层医疗培训体系的贡献。沈先生，您关于访问医疗援建中心的申请已书悉，因负责人宋清长期在基层工作，无法安排会面。如需了解中心情况，请参考官网公开信息。祝好。承认我不配，反倒更轻松。有些爱与毒，只有自己才懂。时光洪流中，这份爱多渺小，一放手就要散掉。我知道我难以做到。